你有没有认真的找过自己？你有没有认真的听过自己内心的声音？你真的知道自己的天赋吗？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你已经听到这里，一定要把人生的5大误区听完，对你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寻找真正的自己，为自己建立一份详细的参数表跟使用说明书吧。这不仅是深度的剖析自己、认识自己之外，也可以告诉关心你的人，你的功能表就差不多是这样，也可以更互相了解对方。我会把自己整理出来的几张表格放在影片上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试着让大家更了解自己。你有没有一种活得越久过得越累的感觉？也许你现在有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薪水也稳定，但是每到星期天的晚上你就开始焦虑，甚至有我们常说的星期一忧郁症。那可以确定你目前的工作只是为了活着，并不是热爱这份工作。如果你有这种感觉，那你并不孤单，因为有60-70%的人都跟你一样，正活在为5斗米折腰的焦虑当中。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自我认知教练八木仁品所写的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找到自己想做的事。这书名有点长，简单的来讲，就是找到我们的天赋天生带来的大气。这不是靠运气或直觉，而是靠一套科学的分析方式找到人生的价值，并怎么转化成收入。我相信你也渴望找到一份能够让你热血沸腾，愿意用心投入的工作，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同时也能支持起自己想要的理想生活。试着想一下，当你发现自己的天赋跟擅长的事，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每天早晨你充满活力的醒来，到了晚上带着满足入梦。这不是你变成超人，而是你找到了能够让自己的能量循环起来的方式，可以尽情的发挥，同时给自己不断的充电。因为你不再是为了金钱而工作，而是面对的热情跟好奇，不断的驱动让你前进。但如果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天赋与方向，人生就可能陷入2种可怕的恶性循环。第一种是无止境的精神消耗，你或许赚到了钱，但工作带来的压力跟不顺心，让你透过消费或没有意义的社交来填补内心的空洞，结果是不断的花钱，试图想用外界的物质来缓解压力，但依然感到匮乏。这成了一种越努力越空虚的恶性循环。第二种恶性循环是导致怠惰、停滞不前，因为工作毫无热情，失去学习跟成长的动力，下班后只剩下刷短视频、打游戏，一切的行为只是为了让自己缓解情绪跟压力。日子久了，会发现自己好像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放假时没人找你出去玩，你又觉得孤单，但有人找你出去，你又觉得烦，感觉出门去玩比上班还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就跟社会脱节了，感觉自己是活着没错，但是却感受不到生命的活力。作者在书中提到，成功的人士并不是靠拼命，而是靠着一种好奇心的驱动。他们懂得如何使用自己身体里面的能量，让能量集中在明确的目标上。正如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人智商高出另外一个人100倍，但是同样的时间跟努力，就有人能够取得比别人高出100倍、1000倍，甚至好几万倍的成就。今天我就把这本书籍的精华整理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吧。想要找到自己的热情，就必须先破除掉人生的5大迷失，必须先清除掉人生最严重的5大认知误区。大多数的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正是陷入我们在脑子里根深蒂固的认知障碍。它就像隐形的脚镣，将我们牢牢地锁在原地。如果没有先破除这5大认知障碍，你所有的努力就跟鬼打墙一样，看似努力地往前跑，事实上却是在原地打转，最终只能随波逐流。第1大误区，期待一个命中注定的工作机会。很多人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份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工作，当你找到它的时候，会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我就是应该这么做的感觉。但事实上，
真正的热情跟使命感是在不断的投入、解决问题、创造价值之后，才会逐渐的在内心发酵。一开始也只是处于兴趣的阶段，你需要投入跟培养，它才会真正成长为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曾经有个研究，恋爱结婚跟相亲结婚的满意度，恋爱结婚1年后满意度达到70分，而相亲结婚的只有58分，但时间一拉长，恋爱结婚的满意度降到了40分，而相亲结婚的则提升到68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恋爱结婚的人认为爱本来就存在，结婚之后就忘了为爱情努力，而相亲结婚的人则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的走下去，反而更努力的去经营，尽力的去了解对方，结果满意度不断的上升。而工作也是一样，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让你一直爽，没有任何麻烦的工作，但是要怎么样让工作变得有趣，这也是我们要自我探讨的一部分。但一定要破除那种这世界上一定有一份完全适合我的工作的这种幻想。如果人生活在这种幻想当中，也是很危险的。你可能3到40年都找不到一份完全适合你的工作机会，但30-40年的时间正是你人生的黄金期，一转眼就过了。所以我们必须主动的去探索跟创造。第2大误区，盲目的去行动就能找到方向。我们常听说，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那么就什么都去试试看吧。但事实上，若是没有设定自己选择的标准，盲目的去尝试只会让自己更加的迷茫。时间久了，甚至可能出现心理学上的名词习得性无助，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最终变成做什么都差不多的消极心态。现在社会上的职业选择太多了，这反而让人产生选择困难症，越多越难做出满意的选择，甚至干脆放弃不选了。就像一个很有名的果酱定律，当大卖场提供24种试吃的果酱时，购买率只有3%，但把试吃的果酱减少到6种，购买率却提升到30%。在当前这个 VUCA 充满异变、不确定、复杂与模糊环境的时代里，如果你盲目的追求当下最热门或追求薪资最丰厚的工作，但偏离了自己擅长跟喜欢的领域，长期下来必然会产生很大的隐患。因此我们必须先知道自己的擅长跟喜欢，来当作判断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只存在你自己的心里。唯有先了解自己，才能找到那股源源不绝的动力，可以支持你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更好，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不偏离主题。第3大误区，你想做的事，兴趣跟爱好不能成为工作。很多人认为我的兴趣跟爱好不切实际，不能成为工作。这种想法往往来自于我们小时候所接受的教育、成长的背景跟社会世俗的价值观，将工作与收入、奉献、造福他人、地位、受人尊重绑定在一起，深深地植入我们的观念中，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活在了别人的价值观里。但真相是，如果你选择符合外界的期待，选择了一份表面看似备受尊重、收入丰厚、体面的工作，但内心却感到不舒服或痛苦，这样的工作不仅难以持久，也很容易出现问题。因此，包务人品提出不厌倦的商道，唯有你自己对工作充满热情，并且客户也乐于接受，才能持续创造价值，这才会是真正的理想工作。所以我们应该要先找到自己不厌倦的事，再考虑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创造价值。真正的重点在于你想做的事是写在你的心里，能不能够实现是取决于外界跟社会。别让现实的框架限制了你的天赋，切记先选择你真正想做的事，再来考虑怎么实现。第4大误区，认为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坚持一辈子的事。很多人觉得工作就是要能够坚持一辈子的成就，这个时候在脑中很容易浮现出志向、天职，要有多大的成就，
这一类听起来非常宏大的词汇，但这种想法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压力，仿佛一旦选择了，就像终身不可逆的承诺。但这背后正隐藏着一个危险的陷阱，它导致我们行动麻痹，因为害怕做错决定，宁可停滞在现状，也不敢去尝试新的事物。但别忘了，现在的世界变化得太快了。现在我们认为有利可图的行业，可能3-5年后就变得没有什么价值了。如果你只追求当下应该怎么做最有利，反而会让自己永远处在迷茫当中。因为没有设定自己的坐标方向，我们将无法在迷雾当中持续的前进，只能随波逐流。南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就往北方飘；当北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原点。用自己人生的价值观来当作自己的人生坐标，才不会被世俗的你应该怎么做牵着鼻子走，永远活在别人为你设定的框架里面。第5大误区，过早考虑具体的实践方法。在整理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找了些朋友聊过，我发现年纪越大的朋友越难找到自己的擅长跟天赋，甚至有一些朋友才30岁就被生活绑架，被社会的现实驯服，觉得做什么都差不多，甚至无法做出选择。但真相是，找到想做的事与天职，并不是靠直觉，而是需要用逻辑系统的方法，需要有3个明确的要素，而不是碎片化的资讯。找到自己想做的事等于天职，必须要有3个核心要素。天职等于重要的事加擅长的事加喜欢的事。这3个问题听起来似乎是差不多，但是分析后你会发现差别还蛮大的。最重要的事等于你人生的价值观，擅长的事就是你的才华跟天赋，喜欢的事就是你的好奇心加热情。第一步，寻找最重要的事，就是建立价值观，而价值观就是让你不断前进的方向，而每个阶段的目标只是中途的检查站。只有找到人生的价值观，不管你现在是做什么样的工作，都能保持恒定的方向。那我们要怎么样分辨真的跟假的价值观呢？真正的价值观是来自你想做什么跟你想要的生活，这会带给你追求目标的动力。而虚伪的价值观就是来自你现在应该怎么做，这是他人或社会强加给你的框架，会让你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如何找到真正的价值观？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式是自我对话冥想书写法，找到自己最重要的事，在3分钟内快速的回答以下5个问题，写不出来就跳过，而写出来的就是你潜意识里的价值观。第一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像这张表格当中，我有概率跟各位提示一下啊，你可以回答简单啊、随意啊、好奇啊，还是说怎么样，你自己的想法你就把它填上去。第二，你热爱工作吗？那底下的时候我有跟你注解是写哪一方面。第3呢，你是否给别人带来成果或快乐？第4，什么事情让你充满好奇心？在表格里也有跟各位做一下简单的介绍。第5，你觉得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用最快速的时间把它写下来。第2种方式叫外部观察法、提问对话法，找到最重要的事。第一，你尊敬的人是谁？喜欢他，他什么特质？可以有很多位，甚至呢，虚拟人物也可以，你的偶像也是可以的啊。那第2，回想你童年的青春期，有哪些经历对你影响最大？它给你塑造了什么样的价值观？第3，社会有没有让你感到什么不满、愤怒的现象？这隐藏着你强烈的价值观。第4，问问你亲近的人，你觉得我最看重的是什么？第5，如果你培养孩子的话，你最想告诉他们什么事情？最不想告诉他们的是什么事情？把这些关键词写下来，最少15个，然后把相近的跟相关的词语分类归纳，分成3个格子，把最终的目的写在最上面一格，再来是写优先的事，再来写一般的事，顺序写下来，这就是你的人生价值观清单，这就是你人生的恒定罗盘。
把它刻在你的心里，从这一刻开始挣脱活在别人的价值观里，从此转向活在自己的价值观跟生命当中。第二步呢，要寻找自己擅长的事，找出自己的天赋。找到你擅长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去做擅长的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轻松不累，并且能从中获取满满的成就感。回头想想，我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学习的好不好是所有科目加总起来的平均值，但出社会大家只看到你最高分的科目，而且满分不是100分，可以1000分甚至好几万分。所以你只需要把你的时间跟精力集中在你擅长的事情上面持续的发展，甚至你不擅长的事情可以直接的拒绝，不需要浪费时间，也不需要虐待自己。那么要怎么样发掘自己的天赋呢？其实是有很多关键线索的。正如这一张表格，观察你的烦躁点。当你发现某一些事情对自己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别人却总是做不好，因此让你感觉到烦躁或生气。但请注意，这情绪其实就是你天赋的信号，而那些别人做不好的事让你感到烦躁，这可能正是你擅长的事情。第二，询问你身边亲近的人，问问他们认为你的长处是什么，往往他们的判断比你自己更准确。因为你的长处，你总是觉得轻而易举并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你根本就不会把它当成一回事。但在别人的眼里，你在这方面就像是个天才，跟有特异功能一样。第三呢，回顾你的工作，如果你明天要辞职了，你之前的工作里有没有让你留恋的，是哪一部分就是你擅长的事。第四呢，回顾一下当你充满充实感的时刻，现在就拿出纸笔回答以下8个问题，深挖你的长处。第一，你感觉到充实之前你做了哪一些事？当时你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呢？当下你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当时经过怎样的思考？当时意识到了什么？当时的动力是什么呢？是什么时候失去了那种充实感？怎么样才能够保持呢？当时觉得如果这样做会更好的事是什么呢？把所有写下来的事情归纳出来，最少写出10个，当然越多越好。这就是你擅长的事。最后给自己的长处评分。第1集有充实感并与成功有关，第2集有充实感，第3集觉得一般的事情。评分出来之后，这就是自己的使用说明书。第3步，寻找喜欢的事，建立热情的来源。喜欢的事就是你感兴趣、充满好奇的领域，它能为你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让你持续探索的动力。请记住这个黄金法则，如果你只是为了钱工作，你永远超越不了为热情工作的人。同时要区分真正的喜欢，还是因为功利性的需求。例如功利性，因为现在有用才喜欢，例如为了赚钱才去学习程式设计。而真正的喜欢是因为好奇而热爱，例如纯粹对生物好奇而去研究小蜜蜂。如果只是用现在有没有用这种功利性的需求来做判断，那真的很难找到自己真正的热情跟爱好。因为我们常听到这个没有用这3个字的阻碍，没有用这3个字阻碍了太多人寻找到自己真实的热爱。所以我们必须先放下有没有用，才能找到真正热爱跟好奇。那如何找到纯粹喜欢跟好奇的线索呢？你可以照着这张表格稍微想一下，你现在有没有即使花钱也想要去学习的事情，把这些事情写下来。第2呢，看你的书架或手机的备忘录里放着什么样类型的文章或是影片呢？第3，回想你曾经在人生低谷期靠什么东西让你振作起来。第4呢，迄今为止你想道谢的工作或人是什么？因为什么事情让你感到需要道谢？把这些线索整理出来，就是你热情与好奇的领域。最终融合找到想做的事情，并立即行动。把重要的事加擅长的事加喜欢的事3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找到你真正想做的事。第一，最重要的事就是你人生的价值观。回答自己，如果你死后，你希望别人怎么评价你？这就是你人生恒定的价值观。第二，擅长的事，这就是你的才华跟天赋，天生带来的大气，尽量的去发展精进自己的天赋，尽情的发挥。第三，喜欢的事，这就是点燃你的热情跟好奇的领域，可以提供你源源不绝的动力。具体的行动，将以上3点结合，就是你现在真正想做的事。即使只是假设，也不要拖延，尽快的行动，并进行小规模的实践，不断的修正。一旦有了目标，你现在的行动就不是盲目的尝试，它能不断给你带来充实感，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天职。最重要的一点，马上放弃为了将来工作的想法。就像我们在学校拼命的学习一个科目，但等到毕业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如何让自我认知法成为无限能量的回圈呢？很多人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是不对的。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所有的失败跟后悔都是经验，把那些失败的理由跟因素都提取出来，转化成对未来有帮助的魔法。现在你已经了解包木人品的自我认知法的公式了。如果你也正为了找不到想做的事情而迷茫，我强烈的建议你，现在就放下手机，拿出纸笔，开始照着这3个步骤动手写下来你最重要的事，你最擅长的事，你最喜欢的事。自我认知法最大的精髓，就是把寻找自己这个巨大的挑战变成一场实验。挑战意味着有成败，可能会让你感到必须付出很大的时间跟精力才有办法去验证，但实验则是没有失败，只有结果。你会收集到对自己更多有用的数据跟理念，即使结果不如预期，至少你也知道什么是不适合你的，可以直接拒绝，不必浪费时间，也不再内耗，也不要再虐待自己，这就是最宝贵的收获。当你开始找到自己的天赋天职，就会进入一种良性的无限循环，更好奇，更深入的学习新的事物。你会用你的天赋跟你的天职为别人贡献，同时会得到更高的回报跟感谢，成为一个永不枯竭的能量循环。你将不再被社会的杂讯困扰，你的人生将由你自己做主。希望这支影片能够为你带来一些启发，我们可以用这一套方法成为人生的导航，发挥你专属的天赋跟你独特的风格，而那些专属于你成就的奖励都会在人生的路上等着你。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赞、订阅，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在身边正处于迷茫当中的朋友。我是月月，祝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大气，发挥与生俱来的天赋。我们下次见。